这一次的造型来讲也很突破。好了，拜拜，拜拜我的头发。刚才不紧张，现在还有一点紧张。还好。怎么样？跟我讲吧。我有从年轻演到老年的，有胡子没有胡子的，然后有头发白的到没有白的，都有。我是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帮助我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好像之前有做一个，我其实是，我很怕化妆时间很长，我是一个不太爱化妆的人，也是做得很难受，因为我是做不出的。然后，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这个特效化妆他们非常用心。稍微加一点啊。皇上他又从很年轻演到了70、80岁的这种，等到定妆的时候，包括跟导演沟通之后，他会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要做很大的一个区别。圆一点，把他那个气势弱的，你像我们这样基本上是乾隆执政的这一段50、60年的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对清时期的一个概念。皇上的衣服，然后分为也是几大类嘛，它的常服、它的行服、它的端照，任每次的品种都有很多。然后如果你总共你算起来也有70、80。霍建华来演皇帝，这个演员确实很帅啊，他帅到就剩精华了。真的有种想带你的感觉。我这介绍方案真的很好，压力很大。有一套小龙袍我穿得很舒服，就是经常穿的一件小龙袍。我觉得那件穿起来很有精神，所以我常常觉得演员真的其实说需要靠造型，因为你扮上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表演，你就会相信你是那个人，你就会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心。刚进组见皇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高冷范儿的。后来慢慢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有一次跟华哥嘴瓢了，这样大家都会嘴瓢啊，很正常，很深情。跟如意说，朕给你的治疗冻疮的药膏，然后他就说这是朕给你的痔疮膏。然后咔就笑得不行，就过不去了那个坎。最好的治冻疮的药，还给你擦口袋。我不敢说那个治冻疮的药，我不敢说。印象中感觉好像比较高冷，对吧？但是实际上 ，no， 他不是。他其实很可爱，他非常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你看他整天板着一张脸啊，但其实他真不是板着一张脸，他本人真的挺可爱的，而且特别随和，对所有的人，真的。好了，来，好了，怎么有乱入啊？好可怕！在现场的态度是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你平时大家眼里讲说那个位置特别高的人，不是。就是你们家的气最强的这个方向了。知道你要来，在门口等你。华哥人特别好，就是你给他化妆的时候可以跟他去沟通，他会跟你去交流，我们会去跟他开玩笑，他人特别好。他经常都会，比如说有场工的小伙子，然后抬什么东西就很重那种，然后他就会去搭把手，对，都会这样。以前没合作之前，大家都说老干部吧，我合作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老干部要更可爱一些。去唱呢，去唱呢。母鸡呀！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欢乐、很快乐的大男孩的感觉。我觉得他还真是挺老干部的，人也非常非常好，然后
就是像平常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很考虑大家的一个意见。别闹了。我觉得华哥变成熟了，以前老叫华3岁。极好。这个太逗了。3、2、1。他是我见过在现场真的是特别没有架子。这个不要装了，干嘛装啊？大家很和乐融融的在一起，做一个工作，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而且我发现他特别的体贴工作人员。宣布个事儿啊！今天皇上跟咱们一起过大年，给大家带来了红包，谢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都会，就是很多事情喜欢亲力亲为，就包括他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他的助理就不会在他的身边。自己平常开个车就去现场，也不用助理。他经常都一个人在那转悠。那天在现场说，看着别人的水在那咽口水。我说你要不要喝？我说好，一杯水先喝完了。一大早进现场也没什么助理了什么的，自己背个包到那儿换服装，就感觉是这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他就是来上班的那种感觉。今天早餐有早餐，然后鸡蛋自己做，就是我们可能对台词，因为我们有经常有大戏，一堆人的戏，然后对台词可能有谁会比较慢点，谁又慢，我们永远不会等霍建华，就是他永远是很早就到现场在等大家。对华哥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在苏州拍戏，拍一场大夜，拍到凌晨3点了吧。然后导演特地说先把华哥的镜头切了，想说让华哥先休息。华哥没有哦，半夜3点他坐那说，不行，我要帮大家搭词儿。60题3436两场主义一次 A B C D F G。用上了。皇上有胃口吃东西。怎么？皇上双目微红，眼下发青。我觉得他人特别好，就是特别好合作，他永远在给别人搭词，永远给别人占位置。他非常敬业，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背词，然后找那个人物的感觉。皇上每天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说话的，就一直在看剧本。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戏每天都是从头到尾，然后他永远的那个台词就是一直在背，一直在背。就是那鞋子是这样的，他就把那个剧本就是咔一张塞进去，好，但是开始忘了之后就从那个靴子里面默默看一眼，好，再放进去，特别可爱。华哥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的词很多，而且他的词又非常的难背。很难背的就是些延禧宫啊、咸福宫啊、慈宁宫啊，然后各种你知道。皇后在的长春宫是静修内则，贵妃在的咸福宫是资德合家。然后每一个人的位分，今天是格格，明天是常在，过2天是贵人，最后是皇后，就他不停的在变，而且是有时候是同一个演员哦。不是皇上圣明，对不起，不是朕圣明，贤妃在看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就说，皇上你太不容易了，我说我真想替你背几句台词。8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楚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一开始觉得说起来没那么自然，不像自己说出来的话比较像是在念台词。即便是废后，若无可以继位之皇，便是废后。因为他跟我很明确的讲过，他都觉得是否自己适合当一个演员。他说他每次到现场都会有压力，都会紧张。我今天能不能有最好的状态来演这个角色？这个我也急，因为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才会大声。我觉得哪我原本那句是什么？前面是冲子，可能压力都大吧。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有些没有那么容易放得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大找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都在找嘛。经常收工了以后，
我们也会约着去放松一下。皇上，您先去哪儿？虽然去延禧宫，你怎么样冷宫呢？但是聊天的话题其实还是离不开《如懿传》，还是在聊这个。他是很正直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说他以后就是肯定是一个倔脾气的老头，你知道吗？对，但是他人非常善良，啊，然后也很有进取心。我觉得周迅在某些层面上给了他很多表演的自信，跟着他一路拍戏，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可以给予你很多东西，去 push 你成长、进步，进入角色。差不多第二个月，慢慢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慢慢喜欢上了这个人物，找到了他的语言的感觉，之后就变得很顺利了。我觉得就是一个进入角色的一个感觉。身为公主，徐家为社稷安宁，咱们本盟也有在家的习俗。当年董二世也是在家失足，才得了皇贵妃之位啊。我觉得他就是进入他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很像乾隆，就是跟他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戏很长，我每天都在扮演这个人物，所以他就会变成跟你合二为一。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因为他前后的那种反差特别大，你看都有，他是深情的，是吧？他那种情窦初开。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臣妾谢恩。一笔一画的，不是赏赐，是真心。他那种，情感的单纯，然后可是又是个帝王，他要执政，他要不停地用各种的手段来巩固他的皇权。当你真的身处在这个人物的里面，然后去宣泄你的情绪，还敢谋害朕的皇嗣，祸乱朕的后宫，永远别想有成继承朕的江山，听明白没有？可能里面有人物的情绪，也有我自己的情绪，其实到最后其实分不太清楚，到底是角色还是我。皇上有一场演完了，他就趴在导演肩膀上哭，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去见如懿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还抱他搂着他哭了1-2分钟，就这样。我想怎么安慰他？从他的情绪上来讲，他已经到了那儿了。他演到最后，乾隆的整个心理路程他已经知道了，包括情感的走向，所以他觉得那个时候确实他特别对不起如懿。事件一次次的发生，他对人物一次一次的理解和了解嘛。对，所以就是渐入佳境，然后到最后我们俩说分手那场戏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完全不分了。那天拍完之后，我回去以后冷静下来，我回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出的结论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对如懿的情感，是我对她的一个心疼，可能不是角色的，是我自己的。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就是自发的有那个东西了啊，就那个会是一个很新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很兴奋的体验。比如说你思想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脸部肌肉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情感的记忆点也好，这会是一个新的记忆点。我觉得，就他自发已经有那个点的那个舒适感，他有了。我觉得。他真正注重的心理刻画，尤其到后期，我每一场戏都让我那个眼神，我都觉得都对、都准，都是我想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你要知道，演员认真去揣摩过，再呈现出来那种层次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他挖掘出了人物身上另一面。所以在拍的过程中，你要用很多的情绪，然后有时候拍完一场戏，感觉好像虚脱了一样，虽然是很艰苦，因为你要不断的拿出本事来，掏出来。但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挺过瘾的，其实挺过瘾的。这部戏，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喜欢这个职业。拍完这部戏，你就好像经历了一个非常是别人经历不了的人生，所以你脑海中有很多画面。这种人生的经验不是每个人可以有的。我很庆幸我体会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
他的悲伤，他的快乐，他的不得已，他的悲痛，他的无奈，他的孤独。可能我想听他说话，做一个倾听者就好了。因为他的孤独是，我想是我最了解的，我是里面最了解。你也帮我给永琪每日都上炷香。我会的。娘娘，该吃药了，一会儿。12阿哥，姐姐也不必太担心，皇上留了他在协芳殿里，容妃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胡云角的事儿，你查得怎么样了？自从姐姐交代之后，我便让人在永琪府里一一盘问。这说来也奇怪，胡云角自从到了永琪府邸之后，从来就没有回娘家省过亲，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除了偶尔来我这里请安之外，都跟永琪待在一块儿，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他跟你请安的时候有何异样呢？他的话不多，平日里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不过我听下人们说，好像他每场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还是做了什么事？姐姐，你怎么咳成这样呢？吃药吧。无妨。那他和永琪在一块儿的时候如何？他和永琪平日在一块儿挺好的。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他跟福晋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是热水沐浴。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儿时，胡云角总纵着永琪的脾气，让他冷水沐浴，衣着单薄，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共食寒凉之物。永琪的身子哪能这样受寒劳累？他这样伺候永琪，不就是要他的命吗？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还在他房中的首饰盒底下翻到了这个。什么药方，藏得这么仔细？这上头也没有姓名，看着倒是有些年头。我觉着有些奇怪，便拿来给姐姐瞧瞧。寻常药方都写名写姓的，这个确实有些古怪。你去圆明园之前，让江宇彬细查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一个都不要动。仔细查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姐姐放心好了，我会找人办妥的。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儿，有几件事儿你得去办一办。姐姐吩咐下来，我一定仔细去办。一直这么渴吗？主儿，按照您的吩咐，给12阿哥送去了入夏要用的东西。于妃传了翊坤宫娘娘的话来，你赶快去祈福寺找到我们的族人，让他们转告阿爹，按照信上所写，找到发配边地的这个人。是。
给额娘请安。快起来吧。谢额娘。额娘，这些都是胡氏留下的遗物。好好照顾自己。快回去吧。儿臣先告退了。李煜，胡云角的遗物都要仔细一一彻查。是。还有，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传递消息的事，全麻烦你了。奴才人在圆明园，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一定办好差事。皇上，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递话过来，她去翊坤宫看了娘娘，见娘娘伤心抱病，想恳请您允许太医进去医治。她什么病症？娘娘接连丧子丧母，自然心郁难解，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皇上不会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怎么会？朕已经许了乌拉那拉氏夫人厚葬，让太医给她瞧瞧也是无妨。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别让什么人混进去，害了娘娘。皇上，那奴婢就安排姜太医去翊坤宫吧。好。于妃她交给你的药方子查得如何了？微臣已经查验过了，字迹是包太医的。包太医。微臣怕不妥，还专门拿了包太医以前写的脉案来对比，以确认不误。可是包太医从未去过荣亲王府医治，微臣拿着药方子去试探他，他就装作全然不知。包太医素来给魏延婉医治，胡云角和魏延婉有干系，也不意外。方子治什么呢？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得了这种病症的都难以医治，人也活不过壮年。这方子上竟是一些一般人都用不起的名贵药材，也只能吊命而已。难道胡云角得了这种病症，魏延婉利用这个方子指使胡云角咬住本宫不放？微臣还有一事禀报，于妃娘娘拿来了几件胡哥哥的遗物，其中有一样不妥，微臣带了来给您看看。这是荣亲王福晋从荣亲王床头的屉子里找到的，是胡哥哥的东西，一个用完的香粉盒。微臣查验过里面的粉末，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如果用在外伤伤口上，只需1点就能致命。外创伤口，外创伤口。那时候永琪的腹股局已经溃烂，难道这是胡云角用在永琪身上的？永琪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可是荣亲王红逝世，微臣在侧，荣亲王并无中毒迹象。平白无故的，谁会放这些东西在永琪的床头啊？细细想来，胡云角素日对永琪的举动，也像是蓄意的加强了永琪的病症。微臣查验过，这个东西只有内廷才有。内廷？胡云角时常到宫里给海兰请安，但往往做做便走，倒是在宫里会待上半日。原来他在宫里真的跟人有往来。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还有永琪。
或许还会有勇气。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娘娘，让魏征给您看看吧。来。什么？有话便说。娘娘科技沉重，已经出了肺里，成了痨症。这病极其凶险，务必得好好医治。有多凶险？你就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娘娘，这病得安心静养，不可再劳心费神。您放心，我将一病一定拼得毕生所学为您医治。到底还能活多久？也就3、4个月吧。够了。张玉斌，你知道我有务必要做的事。如果你真的是对我用心，就按我吩咐的做。娘娘放心，微臣一定尽力，用药帮娘娘调出精神。好。你们2个都不准对旁人说我的病症，只需告诉他们我是伤心宝贝。是。快看看，这孩子一看就有福气啊！恭喜姐姐如皇上所愿，生下皇子。听说皇上隆恩，准许皇贵妃亲自养育17阿哥不说，还定是每日都会来看看17阿哥的。皇贵妃荣宠也不是谁都能比的。那是，哎呦，看这小嘴。话说起来，翊坤宫那儿皇后的册宝都收走这么久了，怎么皇上还不废后啊？不会是因为12阿哥的原因吧？12阿哥算什么？皇上这废后的心思是定了，只是看什么时候颁诏罢了。接下来的后位定是姐姐的。姐姐说的是，那是自然。臣妾请皇上安。儿臣请皇阿玛安，请12阿哥安。
令娘娘安，两位弟弟好。12阿哥画画呢。妈妈，儿臣也想画画。好，等你长大了，朕自然教你。永言，不着急，等你长大了慢慢再学。皇上，说来这永言都5岁了，但是要坐下来写几个字，还是无法静心，还得请皇上啊多教导永言。都是朕的孩子，朕自然会上心。谢谢皇阿玛。好。这12阿哥在皇上身边，受您疼爱教导，越发有出息了。瞧这画，画得真好。不过皇上，您再关切，这12阿哥也有乳母照料，可孩子总归离不开亲娘的。永基在朕这儿挺好的，不用了。是。皇上，过几日就是荣亲王的100日祭礼了。翊坤宫娘娘到底是荣亲王的嫡母，要不要让她回来主持呢？嫡母，永琪婚事与她脱不了干系，她主持什么？是。可于妃娘娘是荣亲王的生母，皇上就算生气，她当日为翊坤宫娘娘顶罪，如今也该消气了。不如让她来主持祭礼。于妃是生母，回来参加祭礼就行，不必主持。你是皇贵妃，6宫之事，自然由你操办。是。臣妾多嘴了，还请皇上恕罪。罢了。春蝉，方才你也看见了皇上对永基的态度，看来咱们的安排没错，所以这永基的饮食你还得留意着。奴婢都安排着呢，御膳房每日都给12阿哥用着。主，什么事儿？有件事儿有些蹊跷，奴才按照老法子着人给左路大爷送钱去，可是后来才知道，从上个月起，左路大爷就没有收过银子。再一打听，人早就不在边地服役了。这个混账东西，跑去哪儿了？奴才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挨不住苦，偷偷跑回来了？他倒是敢！派人去找他，不许他胡闹生事。这。娘娘喝了药，气脉已经安稳了许多。永基如何？微臣给12阿哥诊过脉，并无异样，只是过于思念娘娘，稍微有些兴起郁结而已。可娘娘说过，荣亲王已薨，他定会对12阿哥下手。脉象上无异样，可不知道他暗地里会做些什么。张玉冰啊，你可要时时替我看顾着永基啊！娘娘放心，微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微臣进来的时候啊，容妃娘娘和颖妃娘娘都让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多谢他们了，他们近况如何？容妃娘娘说，她那儿一切都很顺利，让您放心，她也会多多照顾12阿哥的。颖妃娘娘和其他的公公娘娘们，素来与皇贵妃不睦，如今啊，也都躲着她。以妃厌懒的性子，如今她这般得势，她的眼中钉必是养着7公主的颖妃。你去告诉于妃，让她要多多看顾这些颖妃和7公主啊。是。那微臣告退了。娘娘，姜太医是心灵圣手，
他说12阿哥无恙，那定当是无恙的。他跟容妃也会尽全力看顾好12阿哥的。而且现在12阿哥又常在皇上身边，您暂且可以放宽些些。母子连心，我是心里不安呢。更何况魏延婉心机深沉，让人防不胜防。容佩啊，过几日就是永琪的百日祭祀，你想法子传话给养心殿，就说我要去安华殿给永琪上香守灵1日。是。这永基的字啊是端正，但是比例不足，手腕还需要用点劲儿。这永言刚习字能写成这样已算不错，但还得加紧练习。是啊，永言在臣妾宫中也常习字，每日读书习字完毕，就和永玲和景云相伴。皇上，臣妾有一事恳求。臣妾想着孩子们都在臣妾身边了，唯有景元一人自小养在颖妃膝下，未曾和弟妹们相处。如今景元也长大了，未免手足情谊淡漠。不如让景元到臣妾这住一段，也好彼此亲近一些。这颖妃啊，视景元为亲生，她不会肯的。皇上，景元到底是臣妾亲生的，臣妾十分挂念啊。况且永宁刚出生，若能和姐姐一块亲近，那该多好啊！好了好了，若是景元愿意去你那儿小住，也就罢了，否则不要勉强他。臣妾谢皇上。下去吧，别再扰朕了。臣妾告退。趁我额娘不在，带我到这里。你别跟我了。季公主，皇贵妃才是你额娘，颖妃不是。我额娘是颖妃，不是皇贵妃。皇贵妃是我女人，我要回。季公主，站住！小公主，季公主，你别胡说，额娘等着你呢。景元，你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呢？你就是坏女人，你害得皇额娘被关进了翊坤宫。你给我闭嘴！景元，娘，景元，娘，景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景元他说的没错，翊坤宫娘娘就是被你陷害的。额娘，不吧？额娘，额娘在呢。她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颖妃，一定是你教坏我女儿的。景元他能分辨得出是非，他的确不喜欢你。其实岂止是孩子，即使你未同父后，我们也照样看不惯你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你一定还做过许多坏事，所以14弟和16弟才会夭折的。你胡说！你是我的女儿，你怎么可以污蔑你亲娘呢？颖妃，早知道你不服，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心服口服。来人，在。颖妃犯上不敬，拉下去杖责。你敢？本宫是皇贵妃，主理6宫为何不敢？皇上礼重蒙古，你岂敢动？还愣着干什么？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皇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快动手啊！皇贵妃娘娘息怒啊！太后驾到！太后晚安。这是做什么？
哀家刚从安华殿给永琪诵经超度回来，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臣妾知错。起来吧。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还不能让嫔妃心服。颖妃啊，你位分低些，也该懂得尊卑上下。太后恕罪，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心疼不已，情急之下才犯上的。皇祖母，皇贵妃掐景元，景元好痛。景元啊，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你即便在颖妃膝下长大，不叫她一声额娘，也得称呼一声令娘娘。皇祖母，颖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但足见颖妃对你一直疼爱。既然如此，景元还是交由颖妃来抚养吧。太后，景元脾气也性子大，断不能叫旁人教养了，还是臣妾自己来吧。景元好好的，断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难道皇贵妃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养娘不如生娘亲，养娘怎会真心待孩子好？是吗？太后，臣妾失言，臣妾知错了。是生娘不如养娘好，养育之恩大过天。哼，什么生养养娘的，哀家没你心思多。孩子是谁养大的，愿意跟着谁，那就是谁的孩子。景元，你愿意跟着谁，自己说。皇祖母，景元跟着额娘。额娘真没白疼你。皇祖母，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天寒是额娘添衣，额娘最疼景元了。景元懂事，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臣妾知错。颖妃啊，好好看顾着景元。你记住了，孩子和谁最亲，谁就是他的亲额娘。谢太后。真闹了这么一出。皇贵妃突然带走了7公主，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这就闹了起来。不过，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当，才惹得嫔妃离心，公主不满，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都怪朕，当日太过心急，想着乌拉那拉氏断发，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才强扶魏氏为皇贵妃。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安抚儿女，连对皇额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玉火，这回永琪百日祭祀之事，不许他过问，叫于妃主持吧。是，皇上，那懿坤宫娘娘请求为荣亲王百日祭祀、敬香守灵之事，您可允准了？他要去给永琪上香守灵一日，便让他去吧，只是叫他晚些，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那奴婢去安排。
应娘娘，要不是今日荣亲王百日祭祀，也难得跟公主见上一面。公主近日可好？甚好，谢应娘娘关心。听说上回令娘娘想要带走您的七公主，结果被您和蒙古嫔妃们一闹，反倒连你们的请安都免了，令娘娘闹了个好大的没脸。这样的人，只会在皇上面前狐媚讨好，对上冒犯太后，对下又不能教养好儿女，让咱们六宫怎能敬仰？这前两件我倒是知道，这不能教导好儿女，又是如何呢？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会怎样教育儿女呢？公主若是不信，她可以自己派人去看看。娘娘，时候差不多，咱们该动身了。你去拿药。是。娘娘，永琪，你一定要保佑咱们一切顺遂，明你冤屈，还你皇额娘亲吧。太后，永琪是个好孩子。当年永琪在慈宁宫，总是陪着哀家抄佛经。上回见你还是在杭州行宫，断发一别都这么久了，如今见你竟然是在这里。
还真是叫哀家感慨啊！你们乌拉那拉氏姑侄二人都做了皇后，可最后都被禁足在宫中，与夫君离心。看来乌拉那拉氏的女儿不适合做皇后。当年皇帝一定要选你做嫡福晋的时候，哀家就曾经跟他说过，你跟他性子不合，反增苦恼。皇额娘有先见之明，就算哀家有先见之明，而如今真看不懂，你这独心二字是什么意思？当年姑母临终的时候感慨，在这宫里行事，不为独身，只为独心。儿臣不明白，更不曾做到，所以落得和姑母一般的绝境，还眼睁睁地看着永琪轰逝在儿臣眼前。哀家知道，永琪走了，你心里自然不好受。皇额娘，儿臣是个无用之人，为皇后的时候就保不住景嗣和永景，如今永琪走了，只剩下永基，可是儿臣又被禁足在翊坤宫，册宝也被拿走了，实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还请皇额娘能够成全，保住永基，保住爱新觉罗氏和乌拉那拉氏唯一的一丝血脉。保住？你这话什么意思？春晨，回去收拾。你怎么笨手笨脚的？春蝉呢？把她给我叫来。主，春蝉姑姑还没回来呢。这春蝉跑哪儿去了？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主，方才有人瞧见容佩和叶星带走了春蝉，也不知道去了哪儿。什么？那人不会是看走眼了吧？不会有错的，奴才仔细问过了。那还不快去找？奴才这就带人去寻。等等，悄声些，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下去吧。是。春蝉，你还是如实说吧。这些事是不是都是皇贵妃做的？你到底说不说？不干我们主的事儿，奴婢也什么都不知道。替皇贵妃办事的兰翠、静中、云皎都死了。春蝉，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你想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你们就不用费尽心思挑拨我们主仆关系了，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容佩，咱们走吧。是。等天黑了再放人。好。停！
替皇贵妃办事的兰翠、静钟、云角都死了。春蝉，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你想一想，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主，奴才无能，找遍了也没找到春蝉，除了安华殿，那里有荣亲王的百日祭祀，奴才也不敢贸然去寻啊。没用的东西，滚出去！春蝉，你回来了，主找了你好半天。奴婢让主担心了。起来吧，跟丢了魂儿似的。多谢主。上哪儿去了？奴婢也不知怎么，就被容佩和叶星带到了安华殿，扣了半日。翊坤宫娘娘也在，他们一直逼问奴婢，可是奴婢什么都没说。他问了你什么？翊坤宫娘娘问的，无非是她最疑心的那些事儿。主，奴婢真的什么都没说，若是说了，奴婢自己也没命了呀。好了，本宫自然信你。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歇歇吧。是。娘娘，吃药了。娘娘，今儿你劳累一天了，实在是太劳心了，不如早些歇息吧。我不累。今儿快到翊坤宫门口的时候，皇上就在后头。您其实都知道，就是不肯回头。相见不如不见吧。皇祖母，云娘娘已经回来了，我为什么还要挪去慈宁宫，跟皇祖母住呢？你呀，就安安稳稳跟皇祖母住上一段啊，咱们祖孙俩在一块儿啊。什么？永基被太后带去慈宁宫抚养？是啊，奴婢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来回禀主了。他们不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应该不会，奴婢做事一向小心谨慎的呀。但是好好的，太后为何要从协芳殿接入永基呢？这个奴婢也不知道啊。或许是因为太后可怜12阿哥吧。那御膳房那儿呢？
慈宁宫有小厨房，这御膳房的饭菜恐怕是再也不能送到12阿哥跟前了。这好不容易排布了这么久，突然便动不了他的饮食了，岂不是前功尽弃？这东西本是天长日久才起效用的，如今突然被打断，自然是乱了您的安排。不过想来太后年迈，自然也照顾不了12阿哥太久，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把本宫的护甲拿来。是。好不容易祖孙3个一起吃饭，个个食不甘味的。永基，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到了你皇阿玛这里还不合胃口。皇祖母，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有何不合胃口啊？没有儿臣在上书房时的好吃。回皇上的话，12阿哥在上书房时，的确进得香。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怎么永基就非得惦记着上书房里吃的那些呢？儿臣吃不下了。放肆！瞧你说话举止，还有没有点规矩？儿臣知罪。罢了。与其责怪永基，不如去查查御膳房给他做饭菜的厨子。若真是合口味，那就继续给他做着。皇娘说的是。傅家，哎，你去问问。是。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还惊动了皇上？奴婢也不知，只听说是12阿哥非要这御膳房做的饭菜，不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才会让太后起疑心。哦，那日又碰巧是太后带着12阿哥一起去养心殿用膳，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你不是说那个东西下到饮食里，多了会产生幻想，少则慢慢损伤5脏6腑？为何12阿哥吃了会总念想？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会上瘾啊！混账！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奴婢怎敢？太后就算要查，也查不出什么来的。那野蕈原本就是作为配菜放进去的，主大可放心啊！放心？本宫看来，未必是太后疑心吧？你是不是在安华殿说了什么，才让太后带走了永基？还如此防范？奴婢对天发誓，奴婢对主忠心耿耿，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主明鉴，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奴婢，主，15阿哥快下学了，您看要不要去接他？你去给我盯紧了御膳房那个伺候12阿哥饮食的人，过了这段时日，打发他出宫了断干净。若再生事，本宫饶不了你。是。永言，在上书房都学了什么呀？皇阿玛让师傅教我孝经，我都认真学了。皇阿玛说，皇家子弟除了孝，更要忠，先君臣，后父子。好孩子，
你皇阿玛说的没错，但是你要记着，不必什么事儿都听你皇阿玛的。你我是母子，血浓于水，你心里呀只能向着额娘。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护着额娘，和额娘一条心，记住了吗？走。真的？千真万确。听您的吩咐，小德子近来总盯着皇贵妃那儿，他亲耳听见的。哼，这种女人，就是玉坤宫倒了，她的脚啊也不配沾上中宫的一点泥。看来，颖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皇贵妃，真是这么教导永言的？儿臣不敢欺瞒皇阿玛，永言还小，留在这样的生母身边，太容易被影响。近朱者赤自然好，就怕会近墨者黑。景色，有些话朕也只能和你说说了。自从永琪薨逝后，皇姑宫中能继承皇位的皇子，只有永基，还有永言。这永基啊，虽然年纪长些，但经历了风波，性子别扭。如今给你皇祖母养着，也不知这性子能不能改过来。这永言吧，虽然机灵，但年纪尚小，未来如何也不好说。就是永言年纪小，如同一张白纸，可以任意描画，如今竟被生母教导着不与君父一心，实在令人担忧啊。咱们爱新觉罗家的皇子，岂能容这样的生母教养着？玉壶，奴婢在。你和金宝去永寿宫，将永龄交给颖妃养着。这景云呢，就留给客嫔。至于永言嘛，就送去寿康宫，给太妃们细心教养着。是。皇阿玛，皇阿玛，是否龙体不适？朕没事。皇阿玛，额娘，儿子好烦。皇阿玛让儿子抄的这个书，儿子不想抄了。罢了，歇会儿再抄。但是呢，皇阿玛给你安排的功课还是要完成的。是。玉壶姑姑，玉壶姑姑，我们主在休息呢，您……奴婢请皇贵妃娘娘安。玉壶姑姑怎么来了？皇贵妃娘娘，奉皇上旨意，即日起，17阿哥由尹妃娘娘抚养，9公主由客嫔娘娘抚养，15阿哥挪去寿康宫居住，由太妃照料。皇上怎么下了这般旨意？皇上还说，往后所有蒙古嫔妃都不受您管束，也不必向您请安，您也别计较。那本宫还算什么皇贵妃？您自然还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那永言能不能留下？他从小是在本宫身边长大的。皇贵妃娘娘，奴婢只能说一句：您都教了15阿哥些什么呀？皇上知道了，如何还能把他留在您身边？